从这个概率学上来讲啊，你脚下的这个星球，也就是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出现。今天呢，咱们就来讲讲地球。2000多年前呢，在那个时候，地球人认为咱们这个地球是宇宙的核心，所有的星球都围着地球转。这种思想持续了1800多年，一直到大概500年前呢，有一个人提出了不同的想法。这个人呢，就是哥白尼。哥白尼呢，是波兰的一个天文学家。他通过观察和计算，他就发现呢，很有可能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围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在绕着太阳转。于是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天空的革命》，里面呢就第一次提到了我们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当时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呢，所有人都不接受。但是后来呢，随着更多的天文学家的研究和计算，他们渐渐的开始发现，这哥们儿可能说的是对的，真的是地球在动。于是呢，就从天动说渐渐的转向了地动说。那么随着地动说的这个发展呢，人们也渐渐的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地球呢，其实是宇宙中无数个普通的星球中的一个。这种想法呢，就被称作哥白尼原则。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到了1920几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叫哈勃的人。他通过这个天文望远镜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了不得的事情，就是这个宇宙里边不光有银河系，还有其他的星系。那么哈勃这个发现呢，就让人们明白了这个宇宙中啊，比我们想象要大得多。于是呢，就更加加重了这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地球呢，只不过是整个宇宙中平凡星球中的那么一个非常平凡的这样一个星球。这个想法呢，就后来发展成了一种理论，叫平庸理论。但是在这个平庸理论基础上呢，就会产生一个矛盾，那就是既然我们这么平平无奇，那宇宙中就应该还存在很多的像我们一样的生命体。就比如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于是呢，很快就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很多天文学家还有一些名牌大学，他就组成了一些组织，就要去寻找地外文明。这个计划呢，被称为 SETI。 那么怎么找呢？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接收这个电磁信号。如果地外有高等文明的话，他们就能够发出来一些有规律的或者是故意的一些信号。以我们目前的观测技术呢，观测100亿光年之外的地方都是能够观测的。所以只要那个地方有其他文明发出的信号，它发出来我们就能收到。而且呢，除了用这个信号接收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真的派飞船出去。比如说我们现在派个飞船到火星去着陆，然后挖着土壤分析一下里边有没有曾经的生命这个迹象。或者呢，就像那个航海家号一样，一直就往外飞，看到了星球就转2圈，然后再飞出去，直到找到地外文明为止。但是这个计划呢，已经进行了60年了，到现在为止，人类仍然没有发现地外文明。好，这个时候呢，天文学家呢就渐渐的开始产生了一个疑惑就怀疑说，那么到目前为止没找到地外生命的原因，是不是我们的平庸理论错了呢？就说地球它其实并不平庸，如果我们很特别，那找不到竞争对手就说得过去了，对吧？那么地球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把地球上所有生命去掉之后还剩下什么？就只剩下石头和水，是吧？但是这个石头其他的星球上也有，所以水就是这个关键了。没有任何生命离开液态水还能够活下来，所以这个液态水应该就是生命必须的一个条件。那么水为什么对生命这么重要呢？其实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呢可以溶解和运输养分。生存呢是需要养分的，如果没有一个运输养分的这么一个东西存在，我们就不能够接受养分。第二个呢，就是水的比热容非常大。这个比热容大呢，它就能保证地球上的温度的稳定。地球上之所以温度变化不是那么的剧烈，主要就是因为有大片大片的海洋。你看月球上没有水，白天200多度，晚上零下100多度，其实它不太适合生命的生存。但是水这个东西呢，
你放在整个宇宙中去看，它也不是那么罕见的，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不过宇宙中它的水存在的最主要的方式是冰，它不是液态的。那么地球上为什么会有液态的水呢？就是因为地球啊离太阳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刚好。那么根据水是液态这个条件呢，科学家呢就计算了一下，在太阳系当中呢，什么地方能够保证水刚好是液态呢？好，算出来这个区域就被称为视居带。这个视居带非常的狭窄，而地球就偏偏整个轨道就在这个视居带上。地球啊，它离太阳稍微再近一点，就离开了视居带，就变得跟金星一样。然后它这个轨道再远一点呢，也离开了视居带，就变得跟火星一样。不过这个水呢，它也不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条件，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天文学家呢就整理了一下，说这个必要的条件可能至少要有20多个。举几个例子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星球呢围绕着恒星旋转的轨道，它必须是比较圆的，不能太椭圆了，太椭圆就这个远地点就离太阳太远，近地点呢就离太阳太近，不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星球必须有适当的质量，质量太大吧，重力太大；质量太小吧，这个东西呢和人呢就飘起来了，也不行。这第三个呢，也是最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星球呢必须有一个比较大的卫星。这个卫星要多大合适呢？就刚好月亮那么大，就差不多，是最好的。我们的月球作为一颗卫星，它其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地球上产生生命来说却刚刚好。月球大点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能够稳住地球的自转轴。地球是有倾角的，如果没有月球的话，地球就开始晃。如果地球晃，那上面的水压它也不稳定了，上面的四季啊、大气啊什么的都不稳定。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月球在，地球这个轴呢，它就能稳在这儿，它就可以保持一个很平稳的旋转。所以这个就非常的神奇了，就像是有人专门捏了个月球放在那儿一样。所以月球的存在，它就保证了地球上四季分明、大气稳定、海洋稳定，就能保证地球上能够产生复杂的生命。说到这里呢，就感觉这一切这些星球的轨道啊、质量啊、大小啊，好像都是精心设计的，细思极恐。而且这个星球呢，它还得有适当的磁场，你没磁场的话，守不住大气，然后就会被太阳风啊，或者是被其他的那些射线给摧毁地球上面的一些生命。那么第5点就是这个大气中必须要有适量的氮气和氧，这个比例得刚刚好，跟地球上面的差不多才行。宇宙中呢，到处都是像太阳一样的恒星，那些恒星呢都会发出有害的射线，而大气的成分呢就刚刚好。这个咱们地球上的大气刚刚好保证了只有用的射线能够射进来，其他的全给屏蔽掉了。就好像什么紫外线呢，或者特别强的伽马射线呢，这些东西我们生命是不需要的，而这些东西恰好呢都被臭氧层给挡住了，而我们呢是需要那种可见光。对，而且偏偏它就能穿过这个大气层，还照到地面上。科学家就分析说这个宇宙中照到地面上的射线的范围呢，大概就这么宽，而我们地球呢能接受的范围就这么一条缝，我们的大气就刚好让这条缝照进来，是不是很神奇？而且还有一个我们觉得习以为常，但是却很不平常的事情，我们下一期来接着说。